顶礼本师释迦牟尼，顶礼文殊智慧老师，顶礼传承大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千万得足者，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弟子规》啊。《弟子规》宣讲的目的呢，就是想我们为了这个挽救就下一代这些孩子们，因为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个人生非常的短暂，人的一辈子要学一个游泳的知识，是很难得的，尤其是现在呢。很多人呢，就并不是特别的重视，这个传统文化，道德伦理，只是一味的，看着这个钱财就是地位，或者是名声，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呢，真正的，这个，人文的这些，这个由于这个道德方面呢，还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每一个学习大乘佛法的人来讲呢，有责任呢，就是有缘的这些众生呢，让他们就是安置于这个佛教的这个光明大道之中，而没有这种因缘者的话呢，也要让他这个心持善法就心持这个善法。断除这个恶性，其实一些古代的这个教育的力量来讲呢，不管是老师所教的内容，还是学生所这个求学的知识的这个内涵呢，都应该就具足这个善良的人格教育就是善良的这个人格教育。比如说以前这个古代的这个礼记就礼记当中呢，就是说到这个教育里面的这个教呢，就是教者也，张善而究其就是张善而究其事者也，意思就是说呢，所谓的这个老师所教的内涵的话呢，就是让这个弟子让这个学生呢。增长这个善法、善良的这个人格，而挽救他的就不合理的这个过失，这就是这个教的意思，就这就是教的意思。然后所谓的这个愚呢，就是《说文解字》当中就也是以前的这个《说文解字》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愚者也，扬子是作善者也，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就让这个学生呢养成什么样呢？就是养成就是极其善良的就极其这个向善的这样的一种人格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愚就教出愚人的真正的内涵的话呢，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个知识上呢，就是学到了一定的这种这个东西，而在他的这个行为上就心里呢，就是应该有一个人的这种做人的基础所以我昨天也讲了，就是古人呢就是这个德语和这个才能当中呢，就是先这个应该是可能德语就是放在第一就是放在第一。这个《弟子规》里面也说这个书小悌，慈谨信就是慈谨信，先就是应该这个孝顺友爱兄弟，然后呢过了之后的话呢，就是再讲这个精神和这个信用就《三字经》里面呢也说这个书小悌，慈俭问就书小悌，慈俭问就先就是孝悌
就先应该有一种孝顺的基础，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扩大这个见闻呢就是一二是什么这个1200、12000、120000，就是然后整个这个数学啊、语文啊，就是其他的所有的这些知识技能呢就逐渐的自己这个学习。所以我们现在呢，很多的这种教育的这种次第顺序呢，就相当于是有种这个颠倒的味道可以怎么说啊？在任何一个学校，任何一个老师的话呢，他把真正的这个德语呢，就并没有就是放在就是第一老师教书的时候呢，也是看这个孩子们呢就是你得100分是什么样的，你这个成绩优秀呢，就是从这个分数上来这个确定。最后在得奖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看他的这个智慧比较不错的话呢，都给的。所以我去年在这个学校里面的话呢，不单是要求他们呢，就是在这个成绩优秀的给一些这个奖品，然后呢，更重要的呢，就是从这个德行方面呢，德行方面也是分那个上中下就是给他们就是这个德育的这种奖品我想这样的话呢，可能从小都是觉得是做好这个人的话呢，其实这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是有必要的。孩子的这个脑海当中从小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才是真正的一种这个教育的必要。所以我们这个现在以后办这个学校也好，培养一些这个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重视这个德语的这一门课。如果这个没有就是提升的话呢，虽然孩子们呢就是在学校当中学了许许多多的知识，但后来呢他只是这个增长一些这个傲慢，增长一些傲慢。现在有一些这个西方的一些学者他们就经过这个多年的试验的话呢，那么就是一个人呢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团体里面，真正起到作用的呢，他的这个思想和行为的态度，思想和行为的态度占85%，然后一个人的这种智慧一个人的智慧呢，就是只是占15%，就是有这种说法，所以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希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文凭，一个人的这个智慧。可是呢，这种智慧呢，真正用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的时候呢，就很少就很少。比如说你读的这个大学读的研究生那么这些知识呢，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在你的这个所做的行为上呢？恐怕不是大多数都是给人这个教导的过程当中呢，你的这个人格你的这个人品你的这种这个善良的这个心这就是在这个社会的人和团体当中就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一个出家的这个僧团里面的话呢，一个人的这个学问呢，就是虽然不是很高的，但是他的这个人格或者是德行就是相当好的话呢，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人不一定就是接受他，但后来呢长期就人们都特别就是欢迎他就不愿意离开。反过来说是一个人的这个水平文凭就是相当不错的，可是呢他的这个给人的这种交往能力或者沟通能力相当差，而且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傲慢就是所谓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理解都不懂的话呢，那么就是可能这个人不一定就是长期在这里有就是缘分就缘分。所以说呢这样的这个道理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出家人也是这个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呢就一定要了解就为什么我们上师如意宝也是非常的这个强调人格一般来讲呢，从表面上看出家人的话呢，已经这个离开红尘了好像这个人格呢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其实也不是
他待在这个寺院里面的时候呢，要长期在这个寺院当中就是过出家的清净生活。如果人格不好，就是这个寺院不会养他的。他到社会上去弘法利生呢，救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呢，人格不好呢，不要说度别人呢，就是自己的是很难以就是再待下去的就是在哪里待下去的。所以说呢，我们首先呢，就是应该要了解到就是这里面就是所讲到的最基本的一些这个道理就是从表面上看到这个弟子规里面呢，就是一直是对这个孝顺父母，但是这个父母呢，我们也应该这个清楚作为这个学佛的人呢，对自己的这个父母一定要有一种感恩之想感恩之心。如果对自己的父母的置之不理就是无所谓的这种态度的话呢，那他的所有的这个众生会不会发菩提心呢？我们知道是发菩提心、修菩提心的时候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知母念恩就是报恩，这几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对这个母亲呢，本来的是没有任何感觉自己的母亲呢没有什么感觉的话呢，那对其他的可怜众生呢，会不会有悲心呢？就绝对不可能的。现在有些这个社会上的人的话呢，好像一说父母的话呢，他没有什么这个感觉，就跟那个其他的这个众生没有什么差别。那这种人能不能这个修成大乘佛教？尤其是菩提心呢，就是在他的相续当中能不能树立起来呢？恐怕是非常非常难以非常困难的就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对这个父母呢没有就是念恩之心就念恩之心。如果我们真正是对这个现实的父母呢，就是有这种报恩之心的话呢，那么进而呢，就你可以就是了知就是天下一切的众生呢，都是这个父母。佛陀在佛经里面也说了，就是一切男子呢，就是是我父；一切女人就是是我母就是是我母。供养一切众生呢，就即是供养一切诸佛就所以佛经当中呢也讲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所谓的父母呢，就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双亲。而广义上面来讲呢，就每一个众生呢，就都是我们这个乃至是就是许多生死的多生累劫的这个父母凡是众生呢，就是没有一个不当过这个父母的就这样一来呢，我们也应该知道，就是对这个父母的孝顺呢，进而呢，就是对所有的这个众生的怜悯之心一定要就是了解这些道理。只要这样呢，我们就在这个进一步的就是了解就是这个《弟子规》里面的这个内容就是《弟子规》呢我们也最近就是要求就是各个地方呢这个孩子们都要这个学习，目的呢的确是想就是这些孩子们呢，如果从小都是没有这个受到一些慈悲的教育，这个人格的一些这个完善的这个教育的话呢，那么就长大以后我们就转过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就没办法扭转过来的就是所以说呢从小的是一点一滴的在他的这个心底呢就是教育就是然后他长大之后呢，就是跟这个怎么说就是跟这个知识和也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德行呢，可以就是用在真正的这个生活当中就这样呢对一个家庭，对一个社会的团体，乃至呢就是国家和全世界的这个和平和和睦相处呢，就是起到就是非常大的作用。虽然这是一个眼前的今世的一种法，但是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呢，也要这个愿所有的众生暂时就是离苦得乐，究竟呢就是获得圆满的这个端正之果这就是每一个大乘佛教徒的心里的一种这个愿望就是我们白天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也要就是发愿让众生就是暂时和究竟得利，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就是发愿回向呢，就让天下的所有的众生。所以我们暂时呢就是对众生的一种不说什么就是大的吧，就是整个这个世界和平国家安宁不说这样的。但每一个人的这个家庭的话呢，不要就是整天的，现在社会上的有一些那样就是这个吵吵闹闹的就是大人呢就是
天天都是就是斗争啊，然后这个小孩呢就是也互相这个斗争啊，小孩跟这个父母之间呢也在斗，就是所以一家人的话呢就是非常激烈的一种战场，就是就到了这个家里以后的话呢，就是一直是就是不平静不平息，在这样的这个生活呢，也是一种这个痛苦。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呢，还是默默的会发愿，就是这些这个大大小小的所有的这个战乱战争呢，就是全部平息下来。这也是这个起到这种这个作用，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呢，通过各种方法来这个弘扬佛法。那么下面就是说这个宋词里面呢，就接着说这个《弟子规》的宋词是这样讲的，就是冬者温，夏者清，晨者省，昏者定那么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作为这个子女的话呢就是对这个父母呢，就是应该有这个无微不至的去照顾他们。那么照顾的时候呢根据这个春夏秋冬的不同就是对这个父母呢，就是应该也要就是不同的这个关心。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呢，就是天气非常的这个寒冷，所以呢作为一个孝顺的子女就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个父母呢，就是不要这个疏冷就疏冷，应该呢就是让这个父母过得就是非常这个温暖的这种这个生活就是这个现在的一些社会当中的话呢，也有可能一些这个比较有能力的这些子女呢，就是经常跟父母就是做各种这个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就是冬天呢，就是不让他们就是疏凉。然后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天气就是特别这个热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让这个父母的话呢，就是也是就是过得就是非常的这个清爽因为父母的有些这个条件的，我们藏地处处都有这个情况就冬天的时候呢，就是父母的这个衣服就没有很多换的，就是也是夏天穿的，就是特别亮，就是没有这个加厚的。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本来是过还是比较这个清爽的这个生活，就凉快的生活，可是呢也没有这个换的衣服，就是他穿的也是比较就是破烂的，就也是很厚的衣服就这样的话呢，看到作为这个子女的话呢，就是也是不孝顺的一种这个现象就也是一种现象。因此呢就是应该平常的是要这个关心。当然除了这个冬天和夏天以外的话呢，还有这个春天呢秋天呢都要这个关心，根据四季的不同，根据天气的不同真正就是非常就是这个孝养父母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善良的子女的话呢，就是时时都要看看就是父母就是冷不冷，父母就是有没有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困难就是始终都会这个需要关心，就是也需要这个这样的这个关心。以前呢就是这个古代就是比较出名的一个叫做是这个黄相就是黄相。他呢，大概在这9岁的时候呢，就是母亲已经这个去世了，然后呢，就是他就非常的这个照顾就是自己的这个父亲，家里面的所有的这个事情呢，不像现在的有些孩子一样什么都不想做，就是不是这样的，他自己呢就是亲自去这个做的。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当时可能没有这现在这个那样的物质生活比较这个富裕吧，就是他害怕就是父亲呢就照亮然后自己呢就是先把自己的这种温热的这个身体呢就是进到这个被窝里面，就是让这个被窝呢就是烤软了以后的话呢，就是让这个父亲就是睡下去就晚上的时候就冬天的时候呢，就是经常是这样的，就是不像现在就是什么开电热毯就是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开一些暖气等等等，就是这些没有这样的，就是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就是来这个做。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就是他经常用这个扇子就是把这个父亲所睡的这个西点呢，就是全部都就是用这个扇子来扇凉，就是扇凉。然后就比较凉快的时候呢，就是过来就是请这个父亲呢就睡下去，就是他一直呢就这样这个照顾就这样照顾。他后来呢就是
他也是他的这个行为感动了，就是身边的这个所有的人呐就是他长大之后的话，那就是他的这种这个权利啊、地位啊，就是都非常的这个不错就历史上呢也是很出名的什么叫那个江夏就什么就江夏晃相，就是天下无双就是晃相在这个江夏一带的话，那就是他的这种这个孝敬呢，是天下是没有与他这个相比的。后来在著名的24孝当中24孝之一吧就24孝之一，所以说呢。像这样的真正是对这个父母就是相当这个关心的话呢恐怕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自己在做子女的时候就或者说是自己稍微长大以后，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就是做过没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应该就是自己也可以这个这样这个想一想就是可以想一想，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的话呢，好像这个翻过来就父母呢就是一定要对这个孩子的这个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就什么都要去这个安排，从小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习惯长大之后的话呢，好像父母认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认为是我就是家庭当中的最可爱的人，应该所有的人向我服务就很多人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过着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什么小公主和小皇帝的这种这个生活就生下来了之后的话呢，就是全家都是就是所有的这个好吃的好穿的，就是为你这个服务，而从来都是没有呢，就是为自己的这个父母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爷爷奶奶，就是做一些这个事情古代不是这样的，古代的人的话呢，的确也是这个长大之后呢，就是他自己有这个生活的这种能力就不管是到哪里去的话呢，他自己就方方面面呢，就是他会这个学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知识所以说我想呢我们的这种这个教育的话呢，就是应该要有一些方面呢，就是需要就是改进就需要改进。改进的话呢，主要是这个家庭和老师之间的一种这个沟通因为孩子呢，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呢。应该这个老师呢，就是经常要讲他就你回去之后呢，就是怎么样这个孝顺父母你晚上怎么样就是对父母对待，早上起来怎么样对待，应该老师呢就是对他就是讲很多的这些这个孝道方面的这个知识，而在家里的时候呢，就是父母呢就是应该要给他灌输一些就是怎么样这个尊敬师长怎么样呢就是听从老师的这个话，怎么样团结这个学生就诸如此类的这些知识呢。应该就是进一步的，就是对他就是降速，否则的话呢，老师呢就是只重视这个分数，而父母的话呢，就是让他就是吃了饭以后就不管了，上学了，就从小都是这样没有管的话呢，最后过了几年一晃就过了，就是过了以后的话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也可以回顾自己的这个人生就自己呢，从小的这个现在呢，就是大概什么样的这个环境当中，以什么样的教育气氛里面呢，就是已经这个成长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你从小的是有没有对自己的这个父母也好，对亲人也好，就始终都是用一种这个感恩之情有没有现在就缺少了一些这个什么这个恩义道义情义就是这些方面的这个教育理念呢，极其的这个缺少，甚至呢就是变成一个空白。所以说我们现在一下子这个弥补起来的话，那就是这也是可能办不到的事情。但是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就有些地方呢就是需要就是改革就是不做这个改革的话呢，永远这样下去，恐怕是你们的很多特别珍贵的这个传统文化呢，就是已经这个中断了。然后现在没有这个接上器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下一代再下一代，就是这些人是就是只是一味的吸求一个钱，除此之外行动什么目的都没有的话呢，那恐怕是就是不是这个真正的一种这个选择。
还有呢，他这里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就晨则信，就信呢，就是指的是这个文安。作为子女的话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到这个父母那里去呢，就开始这个问安就你晚上睡得好不好啊？就晚上生病了没有啊？然后就是今天就是早上怎么样啊？就是我需要就是照顾什么？真正一个孝顺的话呢，孝顺的孩子的话呢，就是他会这样的。然后晚上呢，就是这个昏则定昏则定的话，那就是昏就是黄昏，或者是这个天就是刚就是黑暗了，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呢，于是到这个父母那里去就开始这个就进行呢，就是对他这个安稳安顿或者说呢就是这个问安就是父母呢就是有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做的就比如说有些父母身体不好的话呢，就是什么药开水真正有些孩子的话呢，就是特别就是关心这个父母的早上和这个晚上就甚至以前那个朱文王就朱文王的话呢，就是当时也是非常的这个恭敬。可是现在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对这个父母的怎么说就是这个恭敬和孝养呢，就是长大以后的是根本是没有的。甚至有些人呢，自己觉得是自己是很孝养这个孝顺的，但是他只是呢，就是提供一些这个钱财就把这个老年人呢，就是就送到一些这个敬老院或者养老院就这些然后呢，就是自己每一个月呢，就是给他寄一点这个钱认为呢，就是自己很不错的。其实这样的一种这个生活呢，就是也不一定是真正的这个孝顺就是以前那个这个孔子就有些人也是这个问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孔子当时呢就是也说过，就是说是这个什么今之孝者实为能养就今之孝者实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仅可以庇护意思就是说呢，就只是那个钱财上面的有些这个供养尤其这个供养呢，就是认为是如果是这个孝顺的话呢，那就是错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事物就是这些来这个养的话呢，不仅是人，就是甚至我们这个什么这个狗马就是这些这个这犬马的话呢，就是他们也会受到人们的这种饲养就认为把它是真正的这个孝敬的话呢，那这是错的，就是完全是这个理念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些这个子女的话呢真正是有机会的时候呢就是跟这个父母的这个物质上的对他的一些这个孝劳呢，就是也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呢，就是他的这个精神上面的一些这个安慰就这是更最重要的因为作为这个父母的话呢，他始终都是有一种这个孤独或者是一些寂寞的这个感觉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始终自己觉得是谁都已经就是遗弃了，就抛弃了不理他了，有这种感觉。这个时候呢，就平时的事就是与他这个随随呢就这也是从道理上觉得呢我觉得也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会吃饭，不会穿衣服，不会走路，什么都不会，甚至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什么这个一些不经费也是这个染上了就是父母的这个衣服，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他牺牲一切，就是无微不至的为我们呢就开始这个照料就是我们什么都不会的时候呢，逐渐让我们这个养大，然后养大以后呢，就是包括这个读书成家很多的这种事情的话呢，就是他一直是关心着。但是现在的话呢，他就因为自己的这个体力自己的这种身体全部都已经就是再不能跟我们一样的就是让我们长大了以后的话呢，他的这个身体呢，就是现在的是已经苍老了，已经衰老。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良心的人的话呢，就一点都是不关心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肯定是不合理的。当然有一些出家人呢因为离开这个父母是没办法的如果你一直这个随顺他的话，那就是他不一定让你这个出家，所以你是大孝者，就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只有闭着眼睛就是发菩提心，就是回向我看很多出家人的就开始好像脸色都有点不对安慰你们所以
就这样的这种这个关系呢，就确实很重要的。就如果真正的一些在家人呢，就白天的是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平时要这个关心。就是我原来讲过，朱朝的这个朱文王啊，就是他呢在历史上讲，就是也是这个非常的一种这个就爱这个孝顺者。就是本来他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母亲呢，就是也有些历史上面说是他是一个圣者就是什么这个目不视恶舌，耳不听呢，就是淫声，口不出傲语，他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呢，就是他眼睛呢从来不看一些这个不如法的这种这个色法，耳朵呢就是也不听一些不如法的这种这个声音，口里面也不说就是一些这个傲语，就是保持这样的一种这个胎教呢，就是后来他生长之后因为他所处的这个环境都非常就是不错的，然后他当那个这个小太子的时候呢，他每天的时候就是在父王面前呢，就是就开始这个就是这个文安这个3次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穿礼服就是到这个门外就是开始呢就是向这个父亲这个文安，然后到了中午和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也如此的，就所以在历史上呢就非常的这种这个出名就是应该就非常的这个出名。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人呢不要说是一天这个3次就是3个月当中就是1次都有没有就是有时候呢真的一些在家人呢，就是现在对这个父母的这种关系呢，父母的真正的怎么说就是关爱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不主导，好像自己呢就是生下来了以后呢就是父母呢就对自己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关心一样。这也是我刚才所讲的一样。首先呢，可能这个父母对这个孩子的教育呢，就是有关心的，应该从小都是把这个一家人当中就是孩子呢，就是培养成就是对这个家里的长辈和对家里的这个大人呢，就是有一种恭敬心，这个恭敬心非常重要的。我前一段时间我这个到一个学校里面去，就是我说你们这个学校的这个老师呢，就是一个道理没有教好，就是这个恭敬心就是因为古人的这个很多理解呢，就是其实代表很深的一种这个很深的意义就是很深的意义。以前我看过一位这个教授就是他在给别人这个演讲的时候呢，他首先呢就给所有的人就是鞠一个深深的躬，就是他说，如果我心里面呢就是有傲慢心的话呢，我肯定就是这个腰就是弯不下来，就是这个我说的我觉得非常对的。我们看一个傲慢的人的话呢，他根本不愿意就是鞠躬，更不愿意点头，就是所以这个人就是从小都是有一种这个理解的这样的理解的话呢，对他的意思来讲是起到很大的这个作用。现在社会上的很多人，包括就是比如说一家人这个什么这个汉地就是讲究的这个团圆就是一家人就是大家就是一起吃饭在那个时候的话呢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对这个孩子就是非常的这个宠爱就是把这个第一个这个菜呢就是夹在那个孩子的这个碗里面呢你是宝贝我们一家人的你就是最可爱的，就是然后爸爸妈妈所有的这个人呢就是把这个孩子的碗里面就是其实呢不应该这样的，应该让这个孩子呢首先要就是对这个父母对长辈就是首先就像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先要这个供养这个先行呢供养这个三宝一样的，让这个孩子的话呢从点点滴滴上，首先第一个行为呢你对这个父母你对奶奶这个奶奶什么这个爷爷就是应该有一种表示恭敬的这种行为的话呢，那逐渐他的心里面呢对这个长辈呢就是有一种这个尊重之心否则的话呢，好像现在人就是有一点智慧，智慧的很不错的。现在打电脑也好，上网也好，就是开车也好，就是什么这种技能都是有的。可是呢，我们这个内心呢，就是确实是需要有些地方的这个调整。如果没有的话呢，不要说是学佛什么大空性和菩提心方面的这个道理连基本的就是对这个父母和亲人的这种这个感恩之心都没有的话呢，有时候这个修法呢，就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只是
大家也应该要这个记住这方面的这道理。那么下一个寄颂呢，就是说这个除彼告，反彼面。具有唱也无变就是下面就是说作为这个子女就是出门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到这个父母面前呢，就是去告辞就是说呢，我要去什么什么地方就不应该呢，就是什么只是不告而别就顺顺便便想做就做，就是最后父母呢，也就是担心了，到哪里去的不知道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非常复杂，治安也不好，就是然后孩子到底这个死了呢，就是出去了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就根本不清楚，就是父母非常的这种担心每一个父母的这个心跟孩子的心完全是不相同的就父心什么这个母心如水，子心如石，我原来也用过吧。这个孩子的这种心呢，就像石头一样很坚硬的，就无所谓的感觉。而父母的这个心呢，始终都是惦记着就是自己的这种，比如说70、80岁的有些老父母的话呢，他如果有20、30岁的孩子的话，按理来讲是他根本不需要担心，就是他自己有这个这种这个社会的各种这个教育的这种能力，可是呢，他还要就是惦记关心着他，所以出去的时候呢，就是跟这个父母就是就是给父母呢就是打招呼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一旦就是这个人就是到外面去了，回来的时候就回来的这个时候的话呢，那么就是对他就是进行这个转告，或者是去看一看就是这也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必要的就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呢，就是他也可能担心就是他回来了没有就是始终都是这样这个想着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现在的一些社会上的人的话呢，恐怕这个去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时候去就无所谓的，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也从来都是不打招呼，这就是现在的一种这个年轻人的行为就是应该可以看得出来。然后作为一个子女，他经常的这种居所住处呢应该要有一个常规的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规律就不要呢就是一直变来变去。今天呢就是在北京，明天呢就是在上海，今天在寺院里面，明天在那个超市里面，就是不知道到底这个人在干什么。其实人的这个居所呢就是要固定，就是这是很重要不仅是我们一些这个成年人的这种在家人的这个行为，包括有些出家人和修行人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人在一个这个道场里面待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如果这个人呢待的时间长的话，说明呢就是他在这里呢有一个功夫就是他呢在那里呢有一份成就。否则的话呢就他今天在哪里，明天在哪里，一直这样东来西北跑来跑去，这就恐怕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有时候呢我都问就有些刚刚就是来这个出家，有些这个出家人那个时候呢，我问他我到那个寺院里面待了3个月，在东边的什么什么寺院里面都待了5个月，然后到南方的某某寺院里面就是住了2年，在某某佛学院读了1年半，然后在单位上就是在这个邮电局里面就是待了3年，当老师就是当了1年，做医生做了2年，这样说的话呢，就弄得眼花缭乱觉得是这个人到底是在干什么的就心里面觉得可能是他这里也是待就1年半的，或者是1个月就走了吧，所以他的这个居所就是屋顶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过程。然后再加上呢，就是业务变，他的这个事业也好，学业也好，道业也好，这个业呢就是最好的是不要有变来变去一个人呢就一辈子当中应该是从事一个事业就可以了你这个学佛、学密宗、学显宗，或者说是你社会当中的任何一项这个工作的话呢，你就没有必要就是变来变去的，变得太多了的话呢，就是恐怕是真的心里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或者是这个违缘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违缘，就是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现在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要想到就是自己是一种这个比较这个稳定，就是不稳定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就恐怕是有一定的
怎么说啊？就是一种这个障碍啊，就是这种障碍呢，就是很容易的这个出现。所以说，我们平时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观察这个人的时候呢，就是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的这种修学的境界，然后自己呢，就是也可以看出了一种这个境界。除此之外呢，我想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作为一些出家人的话呢，你完全都是就是你怎么出去的时候呢，跟父母说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跟父母说那这样的话恐怕。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呢，就是这个父母呢，尤其是不信佛教，他呢就是对这方面的道理不懂的话呢，那就可能永远都是没有机会让你这个信车散发。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在佛教的有关这个经典和论点当中的话呢，就是都可以呢。就是自己这个决定就是既不问父亲，也不跟母亲商量，就是《华严经》前信里面讲的一样，就是自我这个决定就离开这个人世，然后呢就是到这个寂静的地方去，什么都不挂在这个心头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什么这个雪就若无闲事关心，都便是人间好奇界，好世界。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就是什么都不管呢，就是以这个自然环境呢，就是来这个怎么说就印证自己的这个修行呢，就是花开花落是去牛无益，就是什么都就不在乎，就是以这样的一种这个境界当中的话呢，那你不一定要跟这个天天呢，就是到这个父母那里去就是尤其是作为一些出家人呢，就是特别的这种颠急的话呢，也容易这个出现一些障碍就是因为既然你已经出家的话，那就是那么你应该就是让这个放下，暂时看到好像你不晓得，实际上的话呢，你就是这个大孝，就是以前也是应用过很多校正，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实践的一些这个做法跟这个佛法呢，就是有些不同的。实践的一些做法的话呢，以前尤其是以前呢。就古代的时候呢，交通也不是很方便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按理来讲的，就父母健在的时候呢，就是孩子的是不能就是离开很远的地方。就是以前有一叫做这个孽子养母之说吧，就是这个孽子呢，就是他在那个。这个在世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母亲呢，就为了照顾母亲的话呢，就是甚至到外面去作战的没有这个去，一直是没有就是离开过母亲。当他母亲死了以后呢，就是才上这个战场，就是所以孔子也当时说了，就是说是这个父母在，不远忧忧有忧放。就是什么有必有放，是吧？就是他说父母如果这个健在的时候的话，那就是最好呢，就是不要到这个很远的地方去。如果你非要去的话呢，你一定要就是给父母呢，就是说你去的这个方向。现在都不说方向也可以，每个人都有这个书籍就是有些呢就是一直这个欺骗，就是父母本来自己在南方，就是给父母说我现在东北如何所以真正的这种。这个父母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是真的很可怜的，就是他是天天的是一直这个惦记着，但是呢就是惦记也没有用的，就一直是挂念他尤其是有些不孝顺的行为不如法的话呢，害怕就是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就是在外面就是打架外面就是做各种非法的这个行为但有些呢就是比较拼的比较好一点的话呢恐怕是这方面就是不考虑，但是呢他总是还是要惦记，就是他会不会生病呢？就古人说呢，就是说这个父母为其疾之忧，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有一个好的孩子的话呢，就是他对其他方面的是不担心，但是呢，只担心就是他会不会生病，这一点是每一个父母来讲是会有的。所以说，我们就是作为一些出家人呢，可能就是父母呢，就如果有父母的话呢，就是一直是像那个
惦记着就是看着我的这个孩子呢，就是没有给我打电话，已经1年多了，3年多了，他现在活着还是这个死着？如果活着的话呢，就是他的身体会不会好啊？不管怎么样，他心里面表面上呢，就是当时你出家的时候可能不同意，但实际上呢，就是你们很多不要哭啊，不然这样多不好的。就所以确实我们讲的这个具有常业无边呐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修学人的话呢，也是自己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不要有很多的变化。我们平时讲的这个人要身体要稳重就是应该住在一处就好好的这个修学，这样呢就是才有这个恒心就是定心。你所学的这个知识呢，就是学有所成，否则的话呢你今天呢就是好像在一个上师那里就是学一个仪轨，这个仪轨呢就是念几遍，或者是念1年左右，然后呢又设计一个上师到另一个上师。所以现在学佛的有些人呢，始终都是把这个课程自己的仪轨念诵包括自己的一些行为，全部都是换来换去的话呢，恐怕是这个意义不是很大的就意义不是很大的。在一个30年前，一个寺院里面，就是发一种心长期的这样做下来，这是一个成就就是的确是一个人的人生呢不是很长的所以你要发一个最有意义的这个心。这种发心的话呢，不要时间太短了这是我自己呢应该说是这个发心过程当中的一种这个经验吧就是尤其是为众生和为这个佛教呢，就是要发一个心的时候呢，你不要说今天呢就是在这个部门里面发就是心，然后明天呢就是又换一个，再过一段时间又换一个，这样的这个心态不稳就不是很好的所以希望呢，以后我们的这个出家人也好，居士也好，大家人稳重，这是很重要的。二归教育里面也是，就是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现在我看到我们很多的道友呢不稳重，这个是你们很多人的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在这个10年前呢。那很多人呢就是变了就是我昨天看了我以前那个10年前的，大概10年前没有吧，8年前，在那个时候的一个怎么说就是那个电话本就是让我看了一下，很多人都是现在这个有些学佛就是就变了就是包括他的一些心态和修行听说都变了，就这样就很可惜的我们先要选择一个很好的这个法门，没有必要就是短暂的人生当中变来变去。10年前我还是学这个，20年后呢就是我还要这个学这个，那这样的话一辈子当中就是自己一门深入所谓的一门深入呢，不一定你只看一部经典，就是只学一个法，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你所做中的这个法要呢，就是不要变来变去的。我都有时候觉得我还可以我在这个10多年前的时候的那个这个自己天天这个课诵，20多年前的课诵呢，现在还是天天在念，就是应该以这种这个方式的话呢，可能就是自己所学的这知识呢，就是会有用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说这个食水小无善为故善为自导愧就是自导愧。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虽然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微小就是做的这个事情呢很微小的，但是呢就如果没有这个经过父母的这个同意没有就是老师的这个同意之前呢，不要这个随随便便就是擅自主张就是自己擅自呢就是妄为就是去这个做的。如果他这里构是这个如果呢就是你这个恣意妄为，就是随随便便就是做了的话呢，那么就是作为子女的这个有损于就是这种人格就是他的这个本分就是有损于呢就是他的真正的这个道德所以说我们平时呢就是作为一个孩子或者是儿女的话呢，应该是大大小小的很多事情呢就是问这个父母，就不要呢就是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自己有学问，自己有这个智慧就自己随便做，就这是不可以的有些人可能想的我们现在是已经知识分子了，父母都没有读过书的话，那我问他这个老糊涂就是懂什么呀？他根本不懂的其实也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一些
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社会经验也是很丰富的，而且呢，就是有些尤其是以前就是受到过一些道德方面的这个教育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问问他的话呢，他很有好的一些这个建议。就佛经里面就是佛呢，又叫做三圣经。三圣经里面也说了，就是凡所什么这个凡有所为，先拜父母啊，就凡有所为，先拜父母，就凡是你需要就是做的一些事情的话呢，先应该就是承拜这个父母啊，就是能不能这样这个做下去？那这样呢，就是父母呢，就是用这个一些非常这个善良的心来去教导你的话呢，那么肯定是这个后果是非常好的。否则的话呢，你自己呀就随便做的话，那就是以后也会可能这个后悔的啊。以前古人也是说过，就是说是这个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那就你们经常就是爱用这个啊，就如果你这个老人的话都不听的话，那就是恐怕这个吃亏的时候呢，确实自己也是这个后悔莫及啊，就后悔莫及。老人走过的这个桥呢，就是比我们走过的路还多；老人吃过的盐是比我们吃过的饭还多，就是民间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些老人的话呢，就是他吃过的苦也多，社会经验呢也丰富，而且呢走过的路就相当多的。有时候呢，我们看好像他就没有什么水平，没有什么知识，问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没有必要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确实是就问了他以后呢，就是他的有些建议啊，就是让我们真正去这个了解的时候呢，就是有非常的这个必要，就是所以说呢。应该就是自己呢就不能就是擅自的去做，尤其是呢就是造的一些这个罪业啊，就是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罪业，就是做的也没有什么，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后果就非常的这个严重了。就是佛经里面呢，就是咸鱼经里面也是说了，说是这个莫想助罪为无害而轻视，就是不要呢就是向着这个罪业呢就是微不足道的，就是随便就是轻视它，那最后呢就是这个后果都非常的这个严重。以前在这个三国的时候，刘备啊，就是他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呢，也是给孩子就是留下了一个教言，就是他说呢说是这个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呢就三小而不为就勿以三小而不为。然后那个什么这个危险为的能服于人就危险为的能服于人。他说呢，不要认为就是因为这个罪业很小而可以随便做的，不要认为呢这个三业呢就是很小就是而不能这个做的，不要这样的。只要有道德，只要有一些这个善良的这种发心而在这样的前提下所做的呢，就是会于理服人的，就是对人们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平时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呢，就是应该要这个了解就是了解呢就是怎么说就是经常呢就是请教一些有智慧的老人，经常呢就是请教一些有智慧的一些这个上师，就这样以后呢，他们就是对你的这种教导和他们对你的指点呢，就是肯定会这个有用的就肯定会有用的。那么再下一个颂词呢，就是说无随笑，无时长，故时长，清心上就清心上。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虽然呢就是有些这个东西呢，就是很这个很小的很渺小的，但是呢作为子女的话，不能呢就是随便就是私自呢把它这个隐藏下来隐藏下来。如果你呢就是经常就是隐藏一些小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呢，最后就是双亲这个父母呢会这个伤心的，你的这个道德呢就是有这个损伤的就这是平时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也应该值得注意的一些事情呢。有些人的这个习惯性呢好像是不管是别人的这个东西随便就是拿走了，随便呢就是用上了，其实这是不是这个很合理的。我们当这个小孩的时候呢，表面上看呢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当学生的时候呢，我随便就是用别人的笔，我随便呢就是用别人的这个本子
就小的时候我就已经这个习惯了。那这样以后的话呢，可能长大以后啊，就是对大的一些这个财务的话呢，就我也是就根本就是不在乎啊，就是不在乎。所以这样的这个习惯呢，就是现在也是在这个社会上比比皆是，就是尤其是现在的一些这个公务公款呐，就很多人呢就是认为是这是私自这个占用呢，就是没有什么的就这无所谓的。有些人呢就顺俗牵羊就随随便便把这个拉住了，这是常住上的事情，这是这个寺院里面的事情，就没事吧？平时不能这样的甚至我们比如说这个一些僧众的一些这个财产的话呢，那是不是自己的？如果不是自己的话呢，你不能随随便便装在这个口袋里面的去否则的话呢就是从来世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因果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怕。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些经典里面的话呢大家也是应该这个清楚的，就是用了一些僧众的这种财富，乃至多少年呢，就还在这个恶趣里面，就是不能就是获得这个解脱的。而现在世界上的呢，有些人已经这个习惯了就原来我了解的一个也是一个就是朋友吧，就是他呢就经常到家里以后的话，那随便拿出一个东西就这个碗就是随便唱走了就今天呢洗碗有一个什么东西的话，那就后来就他来了以后我就比较害怕，就是虽然我对有些东西呢就是不是很执着，但是心里面也不是很舒服的就他来了以后的话呢，他也不打招呼，就是也不说什么，有些人已经习惯性的那这样的话呢，他到底是偷了的话呢，就是也不算什么偷，就是有时候是公开了做了的，有时候呢这个怎么讲呢？就好像尤其是一些亲戚就这样就很麻烦的，这是从小的事就是有这个习惯，可能我们有些道友也是会这样的，这是不好的。如果你给别人那你要真的要借的话呢，你跟别人面前说这个我要借一下，就是可不可以或者这个可不可以给我就是当面跟他说清楚，就这样好一点。否则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人都有些人格呢，就是确实是出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平时呢应该有礼貌，有这个节制的。如果不合理的、不如法的这些呢，就是看也不用看，听也不能，做也不能做就以前古人呢也说了，就是什么这个非你无识非你无听，非你无言，非你无动，就说的很清楚，就是不如法的事情，就是对境呢你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呢就是说，更不能呢就是去亲自去这个做可是现在人呢就是这个非礼的这些呢，就是又要听又要看又要说又要去这个做就相当多的。因此这个社会呢，就是确实是已经这个乱了这种乱象一下子改变出来的话呢，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以前这个北宋时期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是那个张贵彦呢，就是张贵彦呢，他发现有一个小伙呢，就是在这个库房里面就是拉那个小钱，然后当时他就责备他的时候呢，他说这是一个小钱，没有什么事。但后来他说，你如果这个小钱积累起来的话呢，那就成了这个大钱了就大的这个钱财了比如说这个孙子的话呢，就是时间长了以后木头也是可以割的；滴水的话呢，就是时间长了以后石头也可以穿破的。同样的道理，你的这样的这个恶习呢，慢慢就是变大之后的话呢，最后的是也坏整个这个世界的。因此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就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尤其是一些这个孩童的话，从小都是他的一些过失不良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尽量的这个改过来就是尽量的是就是把他这个制止之后呢，就是逐渐呢，就是让他变成一个真正的这个善良的有用的这个人才。所以说呢，我们也非常这个希望也这个呼吁大家呢，应该对这个下一代的这些儿童呢，要这个就是挽救过来否则的话呢，他们虽然会这个有智慧的，但是呢没有这个德学，没有这个德行，没有德行的智慧呢在这个社会上也是寸步难行。即使呢他可以行动，但是呢对社会不但无有利益，而且呢就是反而有很大的这个损害。我们呢就是不愿意呢就是看到这样的这种这个社会，就是应该呢就每一个人就是自觉的让这个遵守
俗这种就是道德这个规范呐就是每一个人呢，就是能散发出真正的这种慈悲和热爱的这种这个火光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所学的这种大乘佛法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这个弘扬开来讲到这里。Sonam dei tanche thoganya tonne de jana pashi k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onen droa droa sho Bandar gara badna asadar da Bandar gara badna asadar Bandar gara badna asadar da